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，好吃的。把馅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，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，莫过于18酿。桂林平乐，2粤通衢，3河交汇。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，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，从东往西来到桂林。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、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。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，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，一代代传扬至今。赵海琪曾经是一位公民建工程师，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，管理酒店、旅游等业务。我们的卫生呐、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。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，以前是真的累，但是呢，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酿菜啊，第2天又满血复活了。平乐酿菜千变万化，品种丰富。18酿只是泛指，凡是当地能买得到的食材，几乎都可以酿入馅料，也都可以作为馅料，故有万物皆可酿，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。周末，趁着孩子暑假未完，忙碌了1周的赵海琪决定带孩子回老家，看看家里的老人，以慰思乡之情。在我们这边，一般都是有朋友来做几道酿菜，无酿不成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妈，肥了吧？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？这个样酿菜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。我妈做的酿菜呢，在市场上几乎呢都很难吃得到。妈妈要搭上我的顺风车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，你一回来，婆婆就给你做好吃的了。在平乐，田螺、南瓜花、竹笋这些村中小溪、林间地头常见的事物，既是日常食材，又是可以包裹各种馅料的皮囊。要想酿菜好吃，采集新鲜的原料是第1步。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，终年不绝。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，一箭双雕。你好厉害不？哇塞，这一堆耶，这螺都栖伏在一个地方，这一窝有很多哎，看，手都拿不下来了，好多发财了。村里多种果树，树林空地上南瓜长势正旺。今天用这个新鲜的瓜花来做酿菜，肯定很美味。弟弟也要多塞点肉啊。做酿菜的话，做工虽然有点复杂，但是如果你采购的原料生熟，是当天做的，那味道一定会很好的。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农，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。大个头的田螺煮熟，取出螺肉，与猪肉、香菇、马蹄等一同剁碎，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儿。洗净螺壳，把馅料塞回去。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，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。酿田螺并不美观，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。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，香味浓厚之余，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，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，酸笋
反而少了几分猛烈。南瓜花个头大，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。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，剥去花柄外面的老皮，小心地塞入馅料，用花瓣包裹整齐，折断花柄，插入花瓣固定。酿菜的都很容易熟的，没可以用大火，大火容易焦，小火又不能容易烂。锅中清水煮开，放入瓜花酿，调味煮熟即可。简单但清新脱俗，色香味俱全，入口如沐夏日清风，颜值与内在俱佳。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，用牙签密密地划开，两头往中间挤，使中部膨大，把肉馅塞入，笋丝卷起包好，热油先煎后煮，味道清甜，清爽柔滑。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，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。绿豆芽因其嫩脆，成为酿豆芽的首选。酿豆芽看似平常，却相当奢华。先把豆芽过水汆烫，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，再把肉馅儿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。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，慢火浸煮，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那份鲜脆。吃饭了不？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，但要花费许多时间、精力以及巧思。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，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。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。家人团聚的时刻，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谊投入到更加细致、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。在平乐人的心中，酿就是对幸福、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。在恩平，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，当地称之为牛角皮。恩平人吃牛角皮，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。买牛腳皮係嘛20蚊。哦。它这个牛角皮怎么样？味道？好吃啊，特意過嚟買的。宵夜呢啲啊嘛，送啤酒一流嘅。兩公婆啤嚟噶嘛，脆脆地啊，韌韌地咁咯，熱水嘅香嘅。賣咗27年啦，男女老少呢都愛食牛角皮。每晚的夜市，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、磨牙甜度的首选。每隔一段时間，周世明就要到市場拿貨。呢隻呢係黃牛牛腳嚟嘅，呢隻呢就係水牛牛腳嚟嘅。水牛牛腳呢比較肉多、筋多。老闆，水牛牛腳大毛幾錢斤啊？15蚊斤。啲牛腳全部我要齊嘅。周世明曾經是位老師，現經營有4家小店，專打牛角的主意。牛角骨多肉少，或者因為不會處理，常遭人嫌棄。但周世明卻能做成美味。要把牛角處理乾淨，步驟繁瑣，需要足夠的耐心。呢個水溫呢就係80度左右，個溫度係最好嘅，就咁你脫得比較乾淨啲。11年的開店經驗，周世明得心應手。
读大学的儿子暑假在家，心疼父親日夜操勞，便過來搭把手。傳統嘅脫牛毛嘅方法就係用熱水。我哋做生意咧唔可以用啲其他嘅嘢去做，即係因為牛腳咧，其他都充分係用得到嘅。牛腳嘅皮筋可以整牛腳皮啊，個蹄可以煲湯啦、煲醋啦，啲骨可以煲牛腩飯嘅湯底啦。從小就對烹煮有興趣的周世明，嘴刁愛吃，常嫌別人做的味道不正宗，摸索多了，便自己開店當起了老闆。燒掉殘留在縫隙裡的牛毛，同時燒掉的還有表面的雜質。恩平咧前咧係粵西地區咧係比較貧窮嘅地區嚟嘅，牛腳咧雖然比較難處理，但係佢作為食材嚟講咧都算係好嘢嚟嘅。覺得差唔多噶啦，俾個靚仔噶啦，睇見呢啲白白淨淨咁係嘛，咁就 OK 啦。處理好的牛角切開表皮，與去腥增鮮的香料一起，慢火燜煮2小時，使皮與筋腱熟度一致。微熟後的牛角趁熱放入冰水冷卻，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縮，增加爽脆的口感。有時牛角不切開整個煮熟，則必須有嫻熟的刀工。解剖牛角時，下刀的角度、力道要拿捏到位，頗有庖丁解牛之意味。我對牛嘅各個部分咧都比較了解，最快紀錄咧3分鐘可以將一隻牛腳骨肉分離，所以大家呢嗌佢哋庖丁牛角，都係朋友俾面啫。取下的皮筋冷卻涼透之後，即可切片裝盤。牛皮牛筋彈性十足，鹹香爽韌。牛角皮晶瑩透亮，油質光鮮，具有彈牙的口感，同時吃起來嚼勁十足。搭配不同的醬料，則有不同的味道。入口的第一感覺是醬汁的酥香和鮮辣，之後隱藏着濃濃的牛肉香味兒，接着是爽脆無比的口感。牛大骨加水熬至4小時，湯色清冽，味道醇厚。本地瀨粉稍加滾燙。牛骨湯做底，配上一碟牛角皮，美味立即翻倍。小店不大，但往往是尚未出爐，食客已早早等待，就為了出爐那一刻與美味的邂逅。牛皮堅韌，用途雖然廣泛，但甚少食用。周世明卻有辦法做成美食。我見牛皮呢抌咗就可惜，就諗住呢牛製皮糕。好耐之前呢，牛製皮糕呢最初都係用牛皮嘅，即係後來啲先改用驢皮或者豬皮。牛皮刮乾淨之後，切成小塊，與紅棗、枸杞等一同下鍋，燜煮10小時以上。當湯汁變得濃稠，皮膠才算是熬成。牛皮經過湯汁的洗禮，以及與藥材的融合，其中的膠原物質得到充分釋放。熬製好的皮膠甜品，顏色淺鬆透亮，口感爽滑，味道不輸果凍。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，碰撞到人們的奇思妙想，硬是為自己搏出了一個美食界平民英雄的傳奇，也成了恩平人解不開的食味情結。